3、4、5、6、7、8、9、0。只用这10个符号，我们可以写出任何有理数。但是为什么是这几个符号呢？为什么有10个？而为什么人们会按照这样的方式排列它们呢？有史以来，数字一直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最早人们通常用身体的某部分或计数标记，来表示一群动物或部落的人的数量。但是随着生活越来越复杂，需要数的数量也不断增加，这些方法不再够用了。随着不同文明的发展，人们想出了很多用来记录更多数量的办法。很多数字系统，比如希腊数字、希伯来数字以及埃及数字，只是原来计数标记的加强版，加入了用来代表更高数量级的新符号。每个符号都尽可能多次重复使用，再把它们加起来。罗马数字添加了另一种方式，如果1前面有一个值更大的数字，它们会被相减，而不会被相加。但尽管有了这种创新，对较大的数字来说，这依旧是种累赘的方法。有一种更有用、更优雅的方式，称为定位数系。之前的数字系统需要不断重复地画很多符号，而且每一个更大的数量级都需要引入新的符号。但是定位数系可以重复使用同样的符号，根据它们的位置赋予它们不同的值。一些社会文明发展了自己的定位数系，其中包括巴比伦人、古中国人还有阿兹特克人。到了第8世纪，印度数学家完善了一种计数制，它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被阿拉伯商人、学者和征服者传到了欧洲。这就是十进制，一种可以只用10个独特的数象字符就能表示出任何数字的方法。这些字符的位置表明了10的不同次方，从右开始，次方数向左不断递增。比如数字316，读成6乘以10的0次方，加上1乘以10的1次方，加上3乘以10的2次方。这个方法的一个巨大突破是，同时也被玛雅人发明了的数字0。旧的定位数系没有这个符号，便会在那个位置留一个空格，这让63和603、12和120难以区分。0，这既是一个值，又是一个占位符的特质，让它成为一个可靠、一致的符号。当然，也可以用任何10个符号来代替数字0到9。很长一段时间，图像字符在各地区不断变化发展着。大多数学者认为，我们如今的数字是从北非阿拉伯王国马格里布地区曾用过的符号进化而来的。到15世纪，我们现在日常所熟悉的阿拉伯数字体系已经取代了罗马数字，变成了世界上最常用的数字系统。那为什么阿拉伯数字系统和其他的一些都用10进制呢？最可能的答案是因为它是最简单的。这也解释了阿兹特克人使用20进制的原因。但是其他进制也是可以用的。巴比伦数字是60进制，很多人认为12进制也挺好的。12和60都是因数很多的合数，它们可以被2、被3、被4、被6整除，用这些数来表示共同因数更好一些。事实上，我们日常生活中存在很多数字系统，从测量角度和时间到日常的计量单位，比如一打。当然，2进制也被使用于所有的电子设备。尽管程序员也将8进制和16进制用于更精简的表达。所以，下一次你使用一个很大的数字时，想想你仅用了这几个符号就获得了一个如此大的量，也试试看你是否能用不同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就数字而言，公制从何而来？观看这段视频，了解公制的有趣历史。订阅我们的频道，每周学习新知识。